田耕记作为首部种田剧，确实赢得了大量剧迷的关注。连家二老以及连家三房人，诉尽了古代封建社会小人物的辛酸，写尽了底层讨生活小人物的市侩。表面看起来，最让人讨厌的是连奶奶周氏，对儿媳恶毒，对儿女也偏心，对孙子孙女更是没什么好脸色，成天骂骂咧咧，盯着小辈不让他们偷一点懒。但实际上，连家最可恶的人是连老爷连芳，他有一个执念，就是要让大儿子考取功名，最后当官光宗耀祖，扬眉吐气。这种执念甚至是牺牲全家人的利益为前提。表面上把连婉儿嫁给已经死去的人殉葬，是大伯一家的主意。大伯连守仁为了给自己的女儿莲花凑足被打碎的聘礼，收了对方500两银子，明知对方让连婉儿嫁过去殉葬的情况下，仍送她羊入虎口。连婉儿作为游戏体验者，因为几次通关都是在嫁人这里就死了，所以她想尽办法故意装出自己生了重病，希望借此能够逃避嫁人的命运。她声泪俱下的在林家人面前演了一场戏，说自己哪怕是死在路上也要去嫁人。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于心不忍，连大伯都望着连老爷有点不好意思开口，结果连老爷来了句：这样的话依守人的吧。连老爷爱面子又偏心，如果孙女生了重病，却不顾她死活，坚持要把她送去嫁人，传出去肯定会被人戳脊梁骨。可连曼儿这番声泪俱下的表演刚好给了她台阶下，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她可以对外宣称说是连曼儿自己坚持要嫁的，到时谁也不能说她凉薄。或许她等的就是连曼儿这场戏，否则她还不能心安理得地放弃连曼儿。后来大伯让连曼儿嫁给已死的人去殉葬的事情败露，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女，连老爷也没到虎毒食子的地步，他也亲自带着连家人去救了连曼儿。连曼儿嫁人这事儿作罢，但莲花聘礼的事情还没解决，无奈连家人只能去向钱庄借钱。连老爷对于借钱的事情一开始是不懂的，以为签字借钱以后还钱就完了。后来连曼儿经过沈诺提醒，才知道这个借钱签字的人是谁很重要。连曼儿把这事儿告诉了二伯娘，二伯娘把利弊关系当众说了出来，连曼儿在其中推波助澜。连老爷在签字时犹豫了，因为二房三房都不同意，他也不想做这背债侠。所以连老爷偏心的不是大儿子，而是大儿子考取功名，给连家光宗耀祖，扬眉吐气后给他带来的虚荣和名誉。最终莲花被逼得没办法，为了嫁入宋家荣华富贵，只能在借据上签字。大儿子只有莲花一个女儿，一直没有儿子，这一直是连老爷的一块心病。所以眼看老三媳妇要生了，他便打起了若是老三媳妇生了儿子，便把孩子过继给老大的主意。三房肯定不会同意，结果莲花心怀怨恨，便联合利用小姑连秀儿，把老三媳妇的孩子小八弄没了。连老爷知道以后是怎么做的呢？他还是让老三委曲求全，忍让大哥一家。三儿啊，这些年你受苦了，你大哥在外求学，老二又好吃懒做，你给这个家都做了些什么？爹都知道，那孩子如果要来找花和秀儿，该受的惩戒就都让他们受着。花这马上嫁人了，等花嫁入宋家，帮你大哥捐成功名，那咱这一家子这苦日子就到头了。但是这事儿啊，传出去不好，往后这个事儿谁也不能再提。老三虽然软弱，但心里也不服这种处理结果。这时候连奶奶又出来保护小姑了，她又开始对老三道德绑架。当年爹和娘指望着你考取功名，就你那晦气的婆娘，害得你腿瘸了，让你躺在床上不能动。这家里花了多少银子给你治病啊，你非得全家人打打骂骂，你这心里才能痛快吗？连奶奶想让这事儿大事化小，是为了女儿连秀儿，可是连老爷还是为了那让老大当官的执念，好像只要老大当了官，一家人的日子就真从地狱到了天堂。连曼儿一心想分家，想出让连家人以为自己的母亲已经命不久矣的办法。沈诺也在一旁给连老爷吹耳边风，连家二老骑虎难下。一向偏心刻薄又贪财的连奶奶更是向连老爷提出了让老三休妻的馊主意。结果连老爷来了一句该怎么办怎么办吧，他这是默认了连奶奶的提议。结果他不出面，恶人让连奶奶来做，自己却到外头找老朋友喝酒躲清静。
结果没想到这次连家二老偷鸡不成蚀把米，他们的偏心已经到了狠毒的程度，彻底伤了连家老三的心。平时懦弱愚孝不懂反抗的老三，终于下定决心要分家。我们先看看连老爷对分家这件事的说辞。在这儿的人，除了亲父子亲母子，就是亲兄弟。他打断了骨头，那筋还连着呢。无论谁做错了什么，咱都得有个包容，不是？这要想好，就得同心协力。一旦分出去了，这家就散了呀。老三夫妻善良隐忍，但连外儿可不是好欺负的，当场把连老爷对得下不来台。爷爷是如何把如此迂腐的道理说得这么冠冕堂皇？爷爷刚才说那么多家族情谊、做人的道理，可当初大伯为了一块玉佩就要卖我去送死的时候，他们哪有半分情谊？现如今又惦记娘肚子里的孩子，若是再不分家，就让他们给吃干抹净了。可笑的是，连老爷眼见站不住理，又拿出他那必须让老大当官儿造福全家人这套说辞，联合老大开始在老三面前演戏。老三动了分家的念头，你们做大哥大嫂的应该好好反省，你是要做官的人，飞黄腾达之后必不会忘记老三他们，事事都要扶持他们，让他们跟你一块享福，你记住了。老大嘴上给老三道了歉，还痛快地答应了。可连老爷活了这么多年，见惯人情冷暖的他，难道会看不明白老大发达了以后会不会真的不遗余力地帮助老三？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是什么个性，他全都清楚，一切不过是他自欺欺人而已。等到老三的岳父来给老三分家撑腰时，他却把老三一家人在连家遭遇的所有不公全都推给了连奶奶。平时啊，这家里的事儿我很少管，我真是没想到这女人能把家里的事她搞得如此不可收拾。今日分家，我绝对不会让她再胡来。为什么她能把自己的虚伪自私推得如此干净利落？因为在她心里，她偏心老大，想方设法让老大做官，还身体力行，苦口婆心地带着连家所有人跟她相信，只要一家人一起扶持老大，将来老大做官了，一家人都会过上好日子。他没有私心，也没有做错，更没人能指责他。连老爷自己愚昧，还拉着全家人跟他一起愚昧，这便是他最大的恶。连老爷为什么不要连外儿蒜香花生的秘方？因为在古代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商为末。连老爷年轻时自己曾经也是某商铺的掌柜，肯定见惯了被官家欺负的商人，所以在他心中，即便是老老实实种地，也比去做商人好。他认定了一家人想要出头不被欺负，唯一的办法就是家里有人做官，为此哪怕付出巨大代价也在所不惜。正是这种愚昧，让他做下借钱、过继、休妻、分家这些伤害一家人感情的事。先知先觉改变一生，后知后觉遗憾一生，不知不觉愚昧一生。